你现在的感受是未来生活的草稿，它不是完成品，却已经悄悄勾勒出方向，不是用逻辑，也不是用计划，而是用你此刻的心正在反复描绘的感觉。你可能没有察觉，但你每天醒来时的情绪，面对世界时的第一个反应，在安静时浮现的那种心境，都在一笔一画的为未来写下底色。过去的你也许习惯忽略感受，认为那只是暂时的，不够理性，不够可靠。你更相信计算，相信努力，相信撑过去就会好。但你慢慢发现，真正把你带到某个生活状态的，从来不是口头上的目标，而是你长期停留的情绪位置。如果你经常感到紧绷，未来就会充满必须应付的场景。如果你长期委屈自己，生活就会不断要求你退让。不是世界故意为难你，而是你的内在已经先替未来设定了熟悉的剧本。你现在的感受不是错误，也不是阻碍，它只是诚实的反应。你正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活着？当你开始留意它，不急着修正，不急着否定，而是静静地看着，你会发现，感受其实很有方向感。它会告诉你，哪些状态正在消耗你，哪些状态正在滋养你。你以为未来很遥远，其实它每天都在被预写。就在你选择忽略自己，或选择温柔对待自己的那一刻，就在你决定继续硬撑，或允许休息的那一瞬间。草稿的意义从来不是完美，而是可以被调整。你不需要等到未来来临，才后悔现在没有照顾好自己，因为你现在的感受，正是你能改写未来的入口。当你开始为情绪负责，不是压抑，而是理解；不是责怪，而是倾听，生活的线条就会慢慢变得柔和。你不必立刻变得快乐，也不必强迫自己正向，你只需要诚实，诚实地感受此刻，诚实地承认疲惫，诚实地尊重渴望。这份诚实会在时间里发酵，成为你未来生活的质地。你现在感受到的平静，会延伸成安稳的日子。你现在累积的安心，会成为未来的底气。你现在愿意给自己的理解，会在某一天变成世界回应你的方式。原来未来不是突然到来的，它一直都在被你感受着，一点一点的成型。所以请温柔地对待现在，因为你现在的感受正在替你写下未来生活的草稿。当我不再逃离当下，未来开始靠近，那不是因为我终于想清楚了人生方向，也不是因为恐惧突然消失，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没有再转身离开此刻的自己。过去的我总是急着往前，急着抵达某个还没来的时候。我以为只要撑过现在，未来就会变好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一直在逃离。我逃离疲惫，逃离不确定，逃离那些说不出口的感受。我用计划填满空白，用忙碌掩盖不安，用对未来的想象
换取暂时的安全感。可是不管我走多快，内在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，你还没有回来，你的人在往前，心却留在原地。当下对我来说，曾经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，它装满了我还没消化的情绪，没被理解的渴望，以及我一直假装没事的脆弱。所以我选择不看、不听、不感受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不是世界挡住了我，而是我终于明白，再继续逃，我只会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于是我停下来，不是为了找答案，而是为了留下来。我没有立刻要求自己振作，也没有急着转念，我只是允许当下完整的发生。那一刻其实很不舒服，因为所有被我忽略的感受开始浮现，疲惫、失望，还有一点不被理解的孤单。他们没有要伤害我，只是想被看见。当我没有在逃，身体慢慢松开，呼吸变得真实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以为的压力，并不是来自未来，而是来自我对现在的抗拒。就在我愿意待在此刻的那一瞬间，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，不是外在情境立刻好转，而是我内在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。我开始听得见直觉，感觉得到界限，知道什么该继续，什么该放慢。那些原本模糊的方向，在我不再逃离的时候，反而慢慢成型。未来就是在那时候开始靠近的，不是以承诺的形式，也不是以确定的保证，而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在这里，我就不会走错太远。原来未来从来没有催促我，它只是一直在等，等我愿意回到当下，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回到此刻的真实。当我不再逃离当下，我不再需要抓紧未来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未来不是要我追赶，而是要我好好站在现在。也正是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靠近，不是时间的距离被拉近，而是我与人生之间终于不再分离。当我与当下和解，未来不再焦躁，那不是因为未来忽然变得确定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恐惧提前活在还没发生的时刻。过去的我总是与当下对立，我一边站在此刻，一边嫌弃它不够好，不够快，不够完整。我表面上在生活，内心却一直想着离开。我把希望投射到未来，把忍耐留给现在，仿佛只要再撑一下，真正的人生就会开始。却没发现，正是这样的分裂，让我永远无法安定。当下对我而言，曾经像一个错误的版本，我不断想修正它，否定它，催促它快点结束。所以我的内心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过。未来的焦躁，其实不是因为未知，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与现在待在同一个空间里。我一边抗拒当下，一边要求未来给我安全。这样的拉扯，让时间本身变成一种压力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太久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我忽然明白，再怎么往前看，都无法弥补我对此刻的背离。于是我第一次选择与当下和解，不是因为它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再战斗。我不再逼此刻一定要通往某个结果，我只是承认，现在就是现在。那个和解没有仪式，也没有豪言，只是一种很安静的放下。我不再质问自己为什么还在这里，也不再责怪生活走得不够快。当我停止与当下拉扯，身体先知道，呼吸变得平稳，心跳不再那么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焦躁不是来自未来，而是来自我一直想逃。未来在那之后变得不一样了，它没有消失，却不再逼近。它不再像一个审判，而是一条我愿意慢慢走的路。因为我已经站稳，站在此刻，未来就失去了追赶我的必要。当我不再把现在当成敌人，未来也不再需要用焦虑提醒我前进。我开始相信，真正的安心不是提前知道答案，而是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再离开自己。当我与当下和解，我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害怕落后，不再把人生活成一场倒数。我只是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在我能感受得到的时间里。原来未来一直很安静，是我过去的抗拒，让它显得吵杂。当我终于愿意留下来，未来也终于放慢脚步，与我并肩而行。我开始信任当下，未来不再那么远。那不是因为未来忽然变得清晰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此刻，不断怀疑自己所在的位置。过去的我总觉得现在只是过渡，只是一段必须撑过去的时间，真正重要的还在前方等我。于是我一边活着，一边否定正在发生的一切。我不信任当下的感受，觉得它太情绪化，太不稳定，太容易出错。我更相信未来的自己会更理性，更成熟，更知道答案。于是我把希望交给以后，把忍耐留给现在。我以为这样叫做前瞻，却没发现，我只是一直延后与自己的相遇。当下对我来说，曾经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，它充满不确定，充满尚未完成，也充满我不敢面对的真实感受。所以我不断往前看，想要跳过它，但越是想跳过，心就越焦躁，未来看起来也越遥远，仿佛不管我走多快，都无法真正靠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明白，也许不是未来太远，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现在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决定，只是轻轻地开始信任当下，信任此刻的感受，信任这个还在摸索的自己。不需要立刻知道答案，也值得被尊重。这份信任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一种停止对抗。我不再质疑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，
也不再逼自己一定要比此刻更好。当我不再与当下为敌，时间的质地开始改变，未来不再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，而是一条从此刻自然延伸出去的路。我开始感觉到，每一个现在其实都在为未来铺路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真实。当我愿意踩在真实之上，距离就不再拉长。原来未来之所以显得那么远，是因为我一直站在旁边看人生，而不是走在里面。当我开始信任当下，我才真正走进自己的时间里。这种信任让我不再急着抵达，不再把每一刻都当成必须被超越的阶段。我开始知道，慢慢来并不会让我错过什么。未来在那之后变得温和了，它不再催促，不再施压，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好好的活着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让未来靠近的不是预测，不是掌控，而是我是否愿意完整的站在现在。当我开始信任当下，我不再把人生活成一场等待，未来也不再那么远，因为它一直就在我一步一步愿意走进的此刻里。你此刻的平静正在改写未来的走向，不是因为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答案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终于变得安全，而是因为在这个瞬间，你没有再与自己对抗。过去的你也许一直相信，只有解决问题，未来才会改变；只有变得更好，生活才会转弯。于是你习惯在紧绷中前进，在焦虑里思考，在不安中做决定。你以为那样叫做负责，叫做成熟，却没发现，那些在恐惧中做出的选择，往往只会把你带到更熟悉的疲惫里。直到某一刻，你突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你不想再折磨自己。你没有立刻想清楚未来，却先让此刻回到呼吸里。那份平静可能很微小，小到不像一种改变，只是心没有那么急，身体没有那么硬，念头没有再互相拉扯。但正是这样的状态，正在悄悄改写方向。因为未来从来不是被推动的，它是被你此刻的状态一点一点吸引过来的。当你在混乱中做选择，世界就回应更多混乱；当你在平静里站稳，未来自然会换一种方式靠近。你此刻的平静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对齐。你不再用恐惧预演未来，也不再用焦虑提前承受还没发生的重量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的感知变得清楚，你开始分辨哪些是你真正想要的，哪些只是习惯性的恐慌，哪些方向值得走进，哪些声音可以放下。你没有刻意改变什么，却发现选择变了。你不再被同样的事情触发，不再为了不被抛下而妥协，不再为了安全感走进让自己委屈的路。这不是意志力的结果，而是平静带来的自然修正。当内在不再混乱，人生就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提醒你。
你可能没有察觉，但未来的走向正在此刻被重写，不是用计划，不是用预测，而是用你如何对待现在的自己。每一次你选择慢下来，而不是逼迫；每一次你选择呼吸，而不是恐慌；每一次你选择相信，而不是怀疑自己。时间的线条就悄悄转了一个角度，你开始走向的未来，不再建立在耗尽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稳定里。它不需要你燃烧自己，也不要求你一直撑，它只需要你在此刻保持清明。原来平静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最深层的行动。当你内在安定，你就不会再被错的方向牵引，不会再为了逃离不安，走进更大的迷失。你此刻的平静，正在替未来做出选择，选择一条不那么痛苦的路，选择一种不再内耗的生活，选择一个愿意与自己站在同一边的人生。未来没有突然改变，它只是顺着你此刻的状态慢慢转向，而你能给它最好的指引，不是更多焦虑，而是这一刻真实而稳定的平静。你此刻的安住正在改写结局，不是因为故事忽然翻页，也不是因为命运被重新安排，而是因为在这一刻，你终于没有再离开自己。过去的你也许一直相信，结局取决于努力的多寡，取决于是否足够撑，是否够聪明，是否提早看懂方向。于是你习惯往前冲，往外找，却很少真正停留。你以为安住会让人落后，会让机会溜走，会让人生停滞不前，所以你不敢停，不敢慢，不敢完全待在此刻，因为你太害怕，如果不再用力，一切就会失控。但其实，真正让你偏离的，从来不是慢下来，而是你在混乱中做的选择。那些出于恐惧，出于匮乏，出于急着证明自己的决定，一点一点把你带离真正想走的路，直到有一天，你感觉到自己真的累了，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分散。你的人一直在做事，心却没有落地。你忽然意识到，再继续往前，只会让结局越来越陌生。于是你选择安住，不是因为答案齐全，而是因为你愿意承认，此刻的你需要回到自己身上。这个安住，没有掌声，没有立刻的回报，它只是一种很深的回来。你把注意力收回呼吸，收回身体，收回此刻正在发生的真实。当你安住下来，内在的噪音开始降低，那些互相拉扯的声音不再争夺主导权。你没有刻意压制，只是没有再跟着跑。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结局开始改写了。不是外在事件马上不同，而是你不再用同一种方式回应人生。你不再为了避免失去而选择，不再为了不被否定而妥协。你开始听见那个一直很小声，却始终一致的直觉。安住让你站稳，站稳之后，很多原本看似必然的走向，自然失去了力量。
那些会消耗你的关系，那些让你委屈的路，在你不再动摇的时候，慢慢远离。你可能没有发现，但命运最关键的转折，往往不是发生在行动上，而是发生在状态里。当你内在安定，你就不会被拉去演出不属于你的结局。你此刻的安住，正在替未来做出一个最深层的选择，选择不再燃烧自己，选择不再内耗，选择一条可以长久走下去的路。原来结局不是被预言的，它是被你每天的状态一点一点写成的。而安住，就是你给未来最清楚的指引。当你安住于此刻，你不再害怕结局如何，因为你已经站在不会迷失自己的位置上。而那样的你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正在走向一个对得起自己的结局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